电饭煲焗鸡是老网红了，白切牛肋条是最近的新热门，我觉得它们很配，所以我今天就来挑战一个电饭煲焗牛肋条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会好吃；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也不会过于难以下咽吧。我这牛肋条有点厚，还是稍微给切2刀。找了好几家肉铺，就这块的雪花我比较满意，它还非得连着牛腩才卖。牛腩的部分就先冻冰箱里，以后再吃吧。这牛肋条外观看着还好，但切开还是有点肥的。因为一会儿牛肉要直接放电饭煲里焗，不焯水，所以提前泡水去下血水。好了，这个牛肉已经差不多泡了2个小时了，捞出来腌制一下。一般鸡肉都是直接用袋装的那种盐焗鸡粉，但既然是牛肉，我还是对症下药吧。不过白切的精髓就在于香料用的比较克制，所以也不能搞太多了。稍微来点白胡椒粉，一点草果粉，几片香叶。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料酒的味道，手头也没有米酒之类的了，所以就用点白酒来代替吧。然后把所有的腌料抹均匀一些。好了，这就可以了。今天做的这道菜在牛肉料理界应该是数1数2的简单吧，把食材通通丢进去电饭煲里就 OK， 用点小葱姜片来垫底，因为是牛肉，所以我还打算加一些洋葱，然后把牛肉加进去，以及2小根我喜欢的当归，我觉得当归的味道蛮好闻的，仅剩的一点汁也倒进去。说真的，电饭煲焗这种做法，要不是看别人有无数的成功案例，这么少的水量我是会担心糊锅的。看着看着还是觉得有点悬，我加一点点水进去吧。我的眼睛真的太脆弱了，就这么一会儿把葱放进去的功夫，已经在这里泪流不止了。一般牛肉比鸡肉会难熟一些，所以电饭煲我就先开1次煮饭键吧，到时候看看如果需要的话再开1次。最新情况是这样，它已经煮了1个小时，然后闻着非常的香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破坏这个非常香的氛围比较好，就不打开看了，直接再开40分钟吧。趁这会儿功夫，来调一个一会儿蘸着牛肉吃的蘸水，香菜放进去，然后是蒜末，然后还有我觉得吃牛肉必不可少的花椒，新鲜的花椒比干的花椒要更合适。我这个是冷冻的，用刀给它压一下，把味道压出来。盐也要加一些，因为牛肉里是没有任何调味的。酱油、醋，最后再来上满满的1大勺油辣子，不对，应该是1筷子、2筷子。蘸水就调好了，就不加芝麻油了，感觉牛肉自身的油就挺多的。哇，好香啊！看样子是已经完全熟了，不过我好像真的不应该加那些水，现在底下是有汤汁的。不过有点遗憾也没关系，看起来还是好吃的。我先夹2块出来吧，剩下的继续保温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切肉，切成厚片吧。夹子一挤，看着喷涌而出的肉汁，我现在就来尝一块原味的，能吃到那种牛肉的香和油脂的香，然后还有微微的甜味，不知道是牛肉自带的还是洋葱给它的，以及当归的香味。我还准备了一点生菜和薄荷，一会儿可以和牛肉一起吃。最近只能买到这种细细的小薄荷。蘸水的部分，除了刚才做的那一个油辣子的蘸水，另一个是买的柠檬小米辣的蘸水，还煮了一个酸笋杂菜汤。好了，让我赶紧来尝尝。这种做法的牛肉真的挺香的，而且它因为是整块煮的，然后也没有煮太长时间，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好。不是那种非常软烂的，但也不是那种嚼不动的，就是介于2者之间。特别是筋的部分，吃起来有点软脆软脆的。然后牛肋条这个部位的特点就是，除了瘦肉和筋，它还分布着一些油花，所以这些脂肪的香气就会在你的嘴里面炸开，就会充满牛油的香气。总之就是和炖的牛肉还挺不一样的。这个柠檬小米辣蘸水非常的辣，所以不能蘸太多。然后它虽然没有焯水，然后也没有过重的调料，但是它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真的是完全没有。和薄荷一起吃就是非常清新，就是那种不管你身在哪里，1秒就给你穿越回云南的感觉。和生菜搭配就是和生菜搭配的味道。
也可以既和生菜又和薄荷搭配，但肉就放1片就好了，不要放太多。它也是属于比较有嚼劲的，如果放太多，然后包起来一大包，真的对于口腔是一个挑战。电饭煲焗牛肉确实不错。其实今天这整顿饭我都挺喜欢的，虽然是我自己做的，但也不是每回自己做的东西自己都很满意的。今天这顿饭就符合我的取向，就是有动物蛋白，也有豆腐、植物蛋白，然后蔬菜很多，叶子菜也很多，然后有生的菜、熟的菜，然后它们全都酸酸辣辣的，就很符合我的口味。